a Slant Lab original series. 嘿，欢迎回到边锋收藏家。虽然距离上一期已经过去了快3个月的时间，但承蒙各位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又回来了。在上2期节目的评论和弹幕中，可以强烈感受到大家对我声音的喜爱，简直都要隔着屏幕来给我一拳了。为此，我已经去面壁试过了。而这一期的内容，也就是 WWR 的支线部分，将会让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带领大家一同探索，而我则会在正传的故事中继续等待着大家的。那么现在为你隆重介绍机械降神。机械降神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古希腊的一种戏剧手法，指的是当故事陷入焦灼时，会突然出现一个拥有绝对力量的大佬，不仅能轻易解决一切难题，还能使故事得以收尾。说到这里，大家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无数这样的挂王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引用机械降神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从字面意思去解读。在 WWR 的世界中，机器人作为主要的战斗武器，拥有着比肩神明的强大力量。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就是为了介绍这些如同神明一般的存在，顺带揭开各个国家、组织以及势力的神秘面纱。当然，假如你并不了解 WWR， 也就是世界机器人大战的故事架构，或者不清楚 3A 这个玩具品牌究竟是什么，这边还是建议你先补全我们其他关于 WWR 主线的视频，因为接下来讲的都是属于支线的部分，关于世界观或者一些主线已经讲解过的设定，这里都将不再重复，请自行斟酌收看。那这一次降临的是英文缩写的 JDF， 代表的就是这款机器人隶属于日本防线，而 Hero 中文的翻译是哈罗德，指的就是这种坦克式机器人的型号名称。所以这款 JDF 哈罗德也就是隶属于日本防线的坦克式机器人。不过这款 JDF 哈罗德究竟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早在2012年的夏季，日本举办的世界最大型手办展 Wonder Festival 的会场中，这款 JDF 哈罗德就作为限定品来发售，并且在2013年成为 3A 史上第一款出货的1/6坦克式机器人玩具。前几期中也提到过，在 WWR 的世界中，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来自于一家名为罗斯柴尔德集团的军火制造商，而在当时负责设计的罗斯柴尔德博士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机器人用双足来运作，所以采用履带式结构的哈罗德成为了罗斯柴尔德集团所推出的第一款机器人。当然，哈罗德也不单单只有这样而已，在故事中，哈罗德这款机器人一上市就立马被各个势力所争相抢购，哪怕是在和平年代，哈罗德都经常被用于实验室和防御工事的搭建之中。同时，因为机械手可以替换为加农炮，并且加农炮又能作为手持武器来使用，再配合高稳定性的坦克履带，哈罗德基本上就是一台极具破坏力的重型坦克。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后，哪怕是哈罗德这种陈旧的机型，也一度成为早期战场上的火力担当。说了那么多哈罗德的优点，但其实哈罗德还是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隶属地球联盟的弗兰克中尉就曾经在书信中提到过，他们部队的哈罗德就像一个拿着火箭炮的2岁小屁孩，而且还是流着2行鼻涕的那种。没错，哈罗德在这方面绝对是个异类，在战场上不是误伤友军，就是突然自爆降解。如此糟糕的表现，使他被称作为操蛋的哈罗德。而接下来，让我们来好好讲讲 JDF， 也就是日本防线究竟是什么来头吧。通过玩具，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无论是主体和加农炮上印有的东京 Tokyo Unit 05，还是机体上多处出现的 Japan Defense Force 头部背后的日本字样，毫无疑问，这是一款活动于日本地区并且隶属于东京05部队的机体。除此之外，整体的配色也是采用日本标志性的红白配色。不过，一些熟悉 WWR 的老铁们看到这里，或许就会纳闷了，机体上还印有的 EMGY， 那不是另外一个组织的名称吗？又怎么会出现在日本防线的机体上呢？所以关于这一点，这里也稍作说明。其实 EMGY 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势力，而是一家有着卓越能力，同时以无情和极高的附带损害而闻名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该公司机器人的配色一般是以黄色、干灰色以及少量红色为主。通常来说，现代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主要是提供两种服务，一种是军事支援，比如保安、军事情报收集等；另一种则是后勤或非作战行动，比如私人保镖、军事顾问之类的。所以这款 JDF 哈罗德身上的 EMGY 字样，或许是代表着它隶属于这家私人军事服务公司的日本东京分部，又或者是受雇于日本当局而组建的私人安保武装力量。当然了，这毕竟是架空的世界，大可不必带入现实世界之中。况且这些都只是根据有限的信息所做出的猜想，而实际的设定是怎样，恐怕也只有创作者本人才知道了。而且 JDF 这一日本防线的推出，无疑是代表了 3A 想在被誉为玩具基站区的日本市场中站稳脚跟。所以至今为止， 3A 在 JDF 这一配色上也推出过不少产品，但是碍于篇幅问题，这一期就先快速浏览一遍，详细的就留到后续再做介绍咯。那这次的机械降神也即将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